今天是我在东京的第4天，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4天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，就是我帮自己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旅游助手。那主要是希望有一个助手可以跟着我一起旅游，提醒我行程，帮我导航，给我购物建议，重要的是还要帮我记账和分账。我接下来就想用短短的时间，快速的教大家如何用 AI 工具来打造自己的旅游助手哦，一起来学吧。今天的课程我会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快速建立自己的 AI 旅游助手。第二部分呢，我会把我实际在东京运用的画面分享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知道我是如何跟他对话，以及后续回国怎么分账的。第3个部分呢，我会教大家如何把这个 AI 助手再升级，变成可以分享给更多团员的版本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要打造自己的 AI 助手，最重要的是先认识自己的需求。以我来说，我旅途中最常花时间的3件事情呢，第一个就是我的行程突然要改变，这时候我就需要大量的去网络上赶快找资料。第二呢，就是我在购物时候常常需要一些建议，或者是日文看不懂，我需要他可以快速的帮我判断。最后呢，是我常常花费需要记账，甚至我帮忙代买，我需要回国后要分账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的 AI 旅游助手，我就把它拆成3个分身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利用 ChatGPT 的 Project 专案功能来建立自己的旅游助手。第一的专案功能其实就是在 ChatGPT 底下开立一个独立的工作空间。这个空间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提示词、档案以及对话会完全跟外面的对话独立出来，在管理上可以更加的统一，甚至是有些资讯可以提供一次就好，不必重复提供，非常的方便。那只是这个功能目前是在 Pro 或者是 Plus 的方案才有的，如果你是免费版，你目前是无法使用的哦。首先你可以按到左半部的区域会有一个像资料夹一样的 icon， 它写新增专案，点击进去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会要求你取名称，这时你就可以取上你自己喜欢的，像我自己是打东京旅游助手。那完成之后，你就直接按建立专案。进到东京旅游助手这个专案空间，其实就可以看到上半部有一个聊天区块，左下有一个专案档案，右下有个指令，那这些都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内容通通喂给 ChatGPT， 让它成为一个有用的助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从右半部的指令开始，可以打开这个指令。这边呢，其实你要帮他建立一个世界观，要帮他做一个角色的定位，并且要把你的需求简单的写在这边。那我自己是写，你是一个非常了解东京的旅游专家，会根据问题去找答案，无论是餐点、景点等等的，都会帮我安排。同时间你要提醒我目前的行程，如果有更好的安排，也可以随时延伸建议给我。那需要一些建议的绘画，因为我不会念汉字跟片假名，所以你在教我的时候要给我罗马拼音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些内容储存下来，它就有一个角色的设定了。再来左半部的专案档案，简单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你目前的行程内容丢上去。那我目前的行程已经是非常完整的，里面其实也有包含一些天气资讯、换车资讯，还有我的景点预定的行程等等的，这些都有。所以我其实是打包成一个 PDF 就直接上传给他了。接下来是聊天区块，这部分呢其实用来做任务分工，那我自己会根据不同的任务开立不同的聊天区块，那等等我们就会实际操作给大家看。接下来会开始打造自己的行程助手。行程助手部分，你只要在对话框写下你的需求、你的提示词，那它就可以快速的了解你的内容了。那你也看到它是可以理解你的档案、你的行程规划的。那设定完之后呢，其实这个助手的对话栏位你是可以帮它改名的，会把它直接定义为行程助手。接下来呢，你就用一样的方法继续新增你的购物助手或是记账助手。那在新增的时候，记得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对话空间。第二部分我就来实际分享我在东京运用的状况。首先在行程助手部分，我一到饭店就问他接下来我的行程是什么，那用简单的话就可以问他了，那他也可以快速的告诉我等等的行程规划。那我也问他了等等午餐的路线该怎么走，那他也告诉我那边的支付方式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其实是可以直接连接一个 Google Map， 它可以让我一键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，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我到了餐厅，我就把门口的菜单拍给他，那他也可以在最快速度教我几个重要的对话。然后我吃完饭要去逛街，他也可以马上告诉我 Uniqlo 他必买的东西是什么。接下来是我最喜欢也觉得最好用的记账助手。那我到了东京第一餐，我就直接把发票拍给他，跟他说这是我吃的午餐，请他后续帮我记账。那他也可以快速的分析所有日文的收据。那接下来我去买了一个非常长的收据，他也可以快速的帮我辨识
示出来。那我告诉他有可能是要帮别人买的，请他帮我分账。那我发现他也都可以把这个变成他的记忆，更新在他的资料库里面。那后续我在帮忙代买的时候，稍微跟他提点一下，他就可以快速的分账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回国之后可以请他依据不同的人帮我产出不同的明细。最后是我的购物助手，那像我想要代买一个东西，我只要拍给他，他可以快速告诉我合理的购买点在哪里。那如果今天没有买，他也会依照我的行程合理的建议我哪一天最适合去买。另外呢，其实日本的药妆店里面有卖非常多日文的商品哦，那他可以快速的帮我比价分析。那如果你也是喜欢买东西的，那这个功能就非常的适合你哦。第3部分，我要教大家如何去分享这样的助手给朋友或是团员。要建立一个分享的功能，其实非常简单。我们在原本的 project 里面，只要开立一个新的对话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要开立一个新的对话呢？主要是希望你自己的对话跟朋友之后使用的对话可以有所区隔，保有隐私。所以我这边建议大家就是开立新的对话空间。那在这个开立过程呢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在 prompt 部分输入你接下来可能会分享给朋友，其他一样去提供有用的资讯。那接下来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独立的对话去改个名字。改完名字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分享功能去分享咯。那分享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可以创造一个连结的。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结转给你的朋友。那朋友只要打开这个连结进来之后呢，他其实就可以看到你前面一开始的一个 prompt。接下来你们2个人就是各自独立的，他就可以开始去发问所有跟旅程相关的问题。例如这边我就请他问一下住哪个饭店，有什么行程等等的。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完全去读取我们原本专案里面的档案的，并且提供最合适的建议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，其实你就可以把原本你自己做好的旅游助手分享给朋友咯。经过刚刚的练习，有没有觉得打造自己的旅游助手超级简单？这个东西也不限于只有旅游，大家可以多多发挥想象力，在工作上或出差有这样的助手也都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更好的运用场景，也欢迎分享给我们。拜拜。